你是否曾经遇过一个让你心动的人？你会不自觉地把他放在你心里最高的位置。你努力制造机会，传讯息，表现关心，却感觉不到回应，甚至感到被忽略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一切的原因，是因为你把能量交出去了。今天，我将带你揭开人际吸引力中最关键却常被忽略的秘密，教你如何从追逐者转变为那个被吸引的人。让我们先了解一个简单却深刻的能量规则：当你追逐某人时，你也同时在对宇宙传递一个讯息：我缺乏，我不够，我需要它来让我完整。宇宙会永远给你所是的状态，而不是你所想要的。你是追逐的，就会不断吸引距离感；你是完整的，吸引才会自然发生。你越渴望，它越模糊。你说我想要你，但潜台词是我没有你。这就是为什么越努力靠近的人，常常越不会被看见。不是你不够好，而是你把自己变成了配角。每当我们把一个人神化，我们就在内心为他盖了一座高台，而你则站在下面仰望。你可能觉得这是爱，是欣赏，是浪漫，但其实那是一种能量上的自我矮化。当你对某人说，我希望你来爱我，你同时也在说，我还不够值得被爱。而这种频率无法吸引真正对等、自由的连结。我们不是要否定你对那个人的欣赏，而是要看见你有没有把他看得太重，以至于忘了自己的价值？你有没有放弃了自己的舞台，只为了在他的人生里演一个小角色？你知道真正吸引人的人是什么模样吗？不是最漂亮、最完美、最讨喜的人，是那些活在自己世界中心、为自己发光的人。当你停止追逐，把注意力收回来，你不再是等待被选中的人，而是成为选择自己的人。人们会被这样的你吸引，因为你是一个有能量、有边界的人。从今天起，停止演别人的配角，你是你这出人生电影的主角。你无法长久地吸引超出你自我形象以外的任何人或经验。如果你心中总认为自己只是普通的，你就会无意识地排斥那些对你表示真心欣赏与深度连结的人。你会说服自己，他们可能只是客气而已，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喜欢我？这是你对自己限制性信念的反射。当你将自己定义为我就是有价值的，我就是值得爱的，那么你的行为、语气、选择，甚至你的能量频率都会随之改变。你不再需要证明什么，也不再匮乏，你散发的是自信、平静与完整，而这样的能量自然会吸引与你频率相符的人事物。想象一下，你正在拍一部关于你自己的电影，但你却不断恳求其他人来给你角色认可，请他们说你演得好，请他们不要离场。你甚至会为了讨好他们，硬把剧本改得不像你。但亲爱的，你的任务不是去取悦观众，你的任务是成为那位忠于自己、散发独特魅力的主角。当你这么做了，真正适合你的观众自然会出现，他们会因为你的真实而停下脚步。你不需要追逐任何人，当你真正活出自己，自然会有人愿意为你留步。让我们举个常见的例子，当你将某个人视为唯一的选择，你会开始变得焦虑，患得患失。你会不断想，我要怎么说、怎么做才能让他喜欢我？而这样的执着会让你进入一种稀缺与匮乏的能量状态。你无法放松，无法做自己，反而将对方越推越远。这不是爱的能量，这是控制的能量，
是恐惧失去的能量。想象一下你在追逐一只蝴蝶，你越是冲过去想抓住它，它就飞得越快。但当你静下来，坐在阳光下专心做自己喜欢的事，也许那只蝴蝶会轻轻地停在你肩上。放下追逐，你会发现，真正的吸引力来自你的宁静与完整。这里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值得深思，你会吸引到的，永远是你正在成为的人的镜像。曾经，我在一份我并不热爱的工作中挣扎，那段时间，我也不断吸引到和我处在相似状态的人。他们对人生感到迷惘，对未来感到焦虑。我们在彼此身上看到的是疲惫感。但当我开始选择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，开始勇敢地追寻内心的热情与使命，我的磁场变了。我开始吸引那些充满热情、创造力、灵性觉知的人。他们不再只是短暂的交集，而是命运的共鸣者。你总是会吸引你正处在的能量状态。所以，与其去想我要怎么让他喜欢我，不如问问自己，我是否喜欢我现在的生活？我是否在过一种我真正想过的日子？很多人问我，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足够有吸引力？我的回答是，你今天有多喜欢你自己？当你爱你自己，你不会苦苦祈求爱，而是创造爱。你不会需要别人来证明你值得，而是你知道你本来就值得。那个你最想吸引的人，也在找寻一个真正热爱自己、懂得滋养自己灵魂的人。他们不想和一个依赖式的存在建立关系，而是想和一个完整、有力量、懂得爱与被爱的人同行。你想吸引爱吗？那就让你自己成为爱的源头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容易将人用数字打分的社会。你是否曾经默默想过，我可能只有6分吧，而他至少是9分？外表、地位、背景或经济条件都不是真正的吸引力。真正的吸引力是你内在那股笃定与热情的能量。停止把自己看低，不再释放出你比我优秀的频率。你不是要去讨好对方，赢得对方认可，而是要对自己、对宇宙宣告，我值得被爱，值得美好的一切。当你这样看待自己，宇宙会为你调整频率，把那些也认为你是10分的灵魂带到你面前。你是为了让某个人注意到你，还是为了满足某种世俗期待？还是你已经准备好成为自己故事的主角？如果你曾经把自己的光芒调暗，只是为了不吓到别人，现在是时候开启聚光灯了。你不需要别人的许可就可以闪耀，你不需要等到别人喜欢你才觉得自己值得。你是你自己电影的主角，而你要拍的不是一部为他人而活的悲剧，是一部回到真我、全然绽放的电影。这里有3个简单但强大的练习，帮助你把能量拉回来，真正转化你的人际磁场。每天早晚问自己，我现在的能量是在我自己身上，还是在某个人身上？如果你发现你一直在想某人，请深呼吸3次，慢慢把注意力拉回心口。拿出纸笔，写下那个你放在人生舞台中央上的名字，然后写下，我把你请下来，我尊重你，你和我一样都是人。这是一种坚定且清晰的能量对其行动。每天早上起床时说，我，这边加上自己的名字，是幸运而且幸福的，我选择成为我人生的主角。我的价值不需要任何人来证明。这不只是句话，而是一种信念的重新编码。很多人误以为吸引理想对象或梦想生活的关键是改变外在条件，比如变美丽、变帅、
变有钱，变得更讨人喜欢。但真正的力量来自你对自己是谁的定义，换句话说，是你对自我形象的认知。你不需要变得完美才能被爱，不需要万事俱备才值得吸引对的人。你此刻的样子已经值得爱，已经够好了。从今天开始，让自己回到内在的中心，选择做让你发光的事情，与真正支持你、理解你的人同行，放下对特定人的执着。你不是来追逐某段关系的，你是来成为爱本身的。如果你正在经历一段情感的追逐与匮乏，请记得，这一切都可以改变，从你决定重新定义自己那一刻开始。当你停止把注意力放在如何被爱，而是开始问自己我怎么爱我自己时，你的能量已经开始调频。那个你曾经追逐的人可能会开始感受到变化，因为你不再是那个匮乏的追求者，而是那个闪耀的能量源头。从今天开始，回到你的中心，活出你的频率。你不是粉丝，你是主角。如果这支影片有带给你新的启发，欢迎你留言分享你的感受，或将它传给一位你爱的人。未来我还会分享更多关于自我价值、心灵显化的内容，我们下集见，感谢。